今天跟大家聊聊名将23毫米 f1.4 这个镜头，尤其是一些其他人没有提到却很关键的点，相信会对您有些帮助。今天的分享都基于我手上拿到的镜头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据说这个镜头的品控参差不齐，亚马逊上有人连续买了2个镜头，发现这2个镜头的锐度表现很不一样。您可以自己去亚马逊这个镜头的评论区去看看，也许您会拿到表现更好或者更糟糕的镜头。如果您在考虑这个镜头，或者其他便宜的大光圈手动镜头，不说这个视频肯定会对您有些帮助，至少会让您知道有哪些该注意的。现在有几个厂家推出价格便宜的大光圈手动定焦头，这对于我们这些喜欢摄影的人来说，真的是很大的福利。我想提前说一下，这个视频绝对不是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考虑这些镜头，而只是指出我拿到其中一个镜头以后发现的问题。我真心希望这些厂家能够崛起，给大家提供更多价格便宜、量用足的选择。名将23毫米这个镜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定焦和大光圈。一般来说，定焦意味着很好的画质，大光圈非常适合在暗光下拍摄。不过，实际到底怎么样呢？今天会分享2个点：光圈和锐度。首先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镜头的光圈。我是在晚上开箱的这个镜头。这个镜头很小巧，做工也很扎实，手感特别好。我马上就拍了一些照片，结果照片的锐度和色彩都让我非常失望。锐度和色彩我们一会儿再谈。可是为什么这个镜头的表现会让人感觉很糟糕呢？一开始我只是简单的下了一个结论，就是这个镜头的素质不行。经过好几天的测试，尤其是对比我手上的适马56毫米 f1.4 的镜头，我突然发现名将这个镜头的 f1.4 大光圈有待商榷。严谨的说，在同一个场景，完全相同的光圈快门设置，相同的构图，这2个镜头要达到同样的曝光 ISO 应该也一样。结果让我大吃一惊，适马的镜头 ISO 感光度是800，但是名将的镜头 ISO 感光度是2500。在我稍微降低了名将拍摄的曝光补偿，从+1下降到+2/3以后，名将的镜头 ISO 感光度依然是2000，所以结论就是，名将这个镜头在同样是 f1.4 下，居然需要更高的 ISO 来达到同样的曝光。不知道是光圈值的准确性值得商榷，还是玻璃的素质影响了进光量。买大光圈镜头就是为了在光线不好的时候，可以使用更低的 ISO， 获得更纯净、没有明显噪点的画面。所以这个镜头在这方面的表现真是让人匪夷所思。直接观看，这2个镜头光圈全开的时候，适马的光圈口看着开的要大很多，这个是什么原因？如果有懂的朋友，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下。ISO 高了，画质不好是肯定的。如果您手上有类似的镜头，不妨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对比测试一下镜头的光圈值，看看到底有没有虚标的情况。说到画质，我们再来看看锐度，这里我想直接给出结论，这个镜头的锐度跟适马的56毫米 f1.4 镜头简直差太多，更让人着急的是，这个镜头的锐度还不如富士低端的小光圈变焦镜头 XC50230，拍人的时候，我们重点看眉毛的锐度。我们先来看看跟适马56毫米镜头的对比。名将的镜头拍的照片，单独看的话，
锐度勉强可以接受，一对比，高下立判。更糟糕的是，名将镜头的表现还不如富士穷人三宝之一的 XC50230。XC50230的锐度表现非常的稳定，可以说除了光圈小点，其余都是优点。再给您看几张我用名将的镜头拍的照片，可对照本频道我用其他镜头拍的照片，您自己判断。名将的客服还是不错的，因为我买的镜头是从中国发货，所以沟通起来会有些时差。经过简单几轮沟通，已经跟他们反映了上述问题。觉得今天的视频有用，请帮忙点个赞。希望相机镜头新势力们继续加油，给大家提供几款好镜头。